有没有小伙伴已经抢到自己的15啦？只能说苹果真的是传统异能大放送啊！当时预售时间一到，工作室7、8个人拿着手机等，愣是没有抢到一台首发，最后还临时找黄牛加钱才拿到。今年也确实很特别，华为归来，可以说 iPhone 终于迎来了真正的对手。遥遥领先于同行的优势不是一点点，而是领先很多。也不知道有没有这层关系啊？这代的 iPhone 居然也意外的比较实用。这次我买到的是15和15 Pro Max， 先来看一下外观吧。换到15的感觉就有种……颜色这些我就不介绍太多了，反正就是挺好看的。这一代造型上面最大的升级，那绝对就是这个弧边和正面的屏幕。哦对，还有终于换上了 Type C 了，我出门终于不用再带一根苹果特供线了。不过放心，快充速度还是数字系列20瓦，Pro 系列27瓦，非常超速。换个弧边，虽然乍一看差别不大，对手感的影响其实还是很明显的，甚至连屏幕的边缘都有一丁点的弧面配合。再加上本身这一代 iPhone 的重量就控制得很不错，现在哪怕是安卓次旗舰，重量也基本得接近200克，而 iPhone 15只有171克，15 Pro 呢也只有187克。Pro Max 虽然还是不轻，但也比上代轻了20克，手感真的是超级加倍。尤其是小屏的15和15 Pro， 放眼整个旗舰机市场也没有几个能打的。而 Pro Max 重是重，但是它的观感和听感还真就对得起多出来的这些重量。屏幕的边框窄了那么一点，整个观感就震撼多了。而外放绝对算是自小米10 Pro 以来又一台让我感受到震撼的手机，甚至能称得上有声场。不过这回我遇到一个很诡异的问题啊，工作室买的2台 Pro Max 边缘的地方都有一点点的滑手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次改了结构的原因，装配比较容易出现公差。哦对，可能会有小伙伴担心这一次钛合金外框会沾指纹呢，那我只能说之前的不锈钢不是更夸张。不过新的 A17 Pro 跑游戏嘛，我跑了一下星穹铁道，性能只能说实际玩起来除了更热，基本不会感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。这是全系4台 iPhone 全都上了4800万像素，确实还可以啊。不过相比4800万像素，更关键的是这一次的算法。去年虽然14 Pro 升级了4800万，但我个人是很失望的。我当时还以为以苹果的风格，起码得做个自适应嘛，白天4800万，晚上自动切换到1200万之类的。但没有，不但没有，这4800万像素还100 MB 一张。不知道小伙伴们一个月会用几次4800万模式啊？反正我1年下来加起来都不到100张。但这一代就完全不一样了，可以说苹果真的把4800万传感器玩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今年苹果主摄拍出来的照片，如果看一下可以发现，它们其实是2400万像素的。那这个图片是咋来的呢？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会拍一张低像素的照片，再拍一张高像素的照片，合法在一起。理论上来说，这张图就完美的兼顾了高像素图片的细节和低像素图片的纯净。理论是理论，那既然是旗舰，我就把旗舰全部拉出来比划比划。结果 iPhone 的画质居然能和这群底大得多的旗舰们打得有来有回。大白天的时候解析度非常高，比如这张图片，树皮的纹理层次非常好，就连旁边的亭子每个细节都清晰可见。再比如这种毛绒玩具 ，iPhone 都能看到上面的 bling bling 啊。那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觉得，2400万怎么能和1200万对比？这不是欺负人？这就是关键了。现在无论是4800万、5000万，还是1亿像素、2亿像素的手机，普通模式拍照真就和高像素完全不沾边。你想拍高像素照片，那就得天时地利人和。现在开始排。还得手动激活，而在 iPhone 15这里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按下快门，高像素自然就会融合进去，甚至与此同时，你还能获得一段 Live Photo 视频。所以只要操作一样简单，画质为什么不能对比呢？但当然，这虽然是苹果有史以来最好的拍照，甚至是旗舰机里面最好的拍照之一，也一样是有代价的，而且还不小。首先，因为拍一张照片的那一瞬间，苹果会拍摄4800万的照片、1200万的照片，还需要捕捉深度信息、亮度信息、语义分割、HDR 算法等等，甚至还有一段 Live Photo 视频。那这数据量，即使是苹果都绷不住。你看我只需要连续拍几张照片，机身的温度就会从不到35度上升到42度以上。这还是在空调房里面，去太阳底下拍几张，想不过热都难啊！而且即使是这样的算法，遇到运动的物体，那就没活可整了。你看，拍我家 Meta 全都是糊的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拍一些好动物体，基本上就是旗舰垫底的水平。甚至我还试出来一个好玩的，如果在拍照的时候快速挥手，居然能透过我的手看到背景的纹理。相册里面的合成时间也会变得非常长，一张照片的处理时间居然要超过5秒。
所以总的来说，这个主摄配合新算法确实很强，但面对运动和极限弱光，也确实会暴露本性。不过今年难得苹果大放了一回，这个算法标准版的15也沾得光。等会儿14 Pro 不也是 A16 吗？怎么会没有2400万？不会又是 It's something only Apple can do. 今年 iPhone Pro Max 比其他3台 iPhone 多的是这个5倍的长焦，可能很多小伙伴都看过了，好像它的画质一般，确实，但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日光镜，因为它白天也不咋地啊。当然这么说还是有一点以偏概全了，其实它的对焦距离还远呢。这个5倍摄像头居然得在1米左右的位置才能切换，1米是什么概念啊？如果是拍吃的，那站起来还不够，推到隔壁桌差不多就够了。如果拍手办呢，你得站在这儿拍，别说微距了，还不如 Pro 的3倍。当然它也不全是缺点，小伙伴们可以留意一下，很多潜望摄像头的眩光会非常明显，而 iPhone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而且在用了潜望的机子里面，它的外观也是唯一一个没做妥协的。所以如果有小伙伴纠结要不要为了这个长焦加1000块钱，那我的建议就是只要纠结那就别加。倒是录像这边，脖子又展示了传统实力，无论是几倍都非常好用。我还录了一个微缩世界，别说效果还挺不错的。苹果发布会上大吹特吹，什么 ProRes 啊、Log 模式、外录到硬盘，都是一些面向创作者的细分功能。更重要的是清晰度、防抖、色彩这些，还是依然独一档的强。甚至就连5倍镜头都有 2.8K 60帧的运动模式，只要打开，我拿着走路都能有这个效果。而且今年还有一个史诗级更新 ，iPhone 终于可以在录制4K 60帧的时候切换摄像头了。小伙伴们可以试试看其他手机，除了华为，基本都不能在录制中切换了。等等，怎么14 Pro 又没有啊？不都是 A16 吗？好你个！ Only Apple can do. 怪不得苹果在发布会上都不说这个功能了，怕了是吧？按照惯例，这次的标准版独占功能主要就是自定义按键，它有多自定义呢？你可以把它设置成一键开启勿扰模式，一键开启相机的视频模式，一键开启手电。甚至一键降低白点值，比如有时候你觉得最低亮度还不够低，那按一下就可以更低了。更可以设置一个捷径，那可玩的就更多了。一键付款码肯定比华为的质感支付快，就这样直接扫。等一下，领先多号超过50%。一键关闭所有的空调和灯，还可以一键。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因为这不是替代掉了静音键吗？所以苹果特地加了个静音提示在左上角，让你没有实体键也可以放心摸鱼。而且在这几天探索的时候，我还发现了一个超级细节的功能，那就是苹果的壁纸。没错，这是壁纸。我估计很多小伙伴都喜欢用自己拍的图片当壁纸吧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推荐，它这里面蛮多还挺有意思的，这也是这一次新版本才有的实况照片。这个壁纸它还会动，可爱呢。再给你们看一遍。是不是很可爱？哎，它这个抠的也很有意思，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推荐壁纸啊，说不定有什么惊喜呢。现在我想把 Rango 设为壁纸，我们看起来这个质量好像不太高的样子。而且你看这个猫猫现在它是不在正中间的，但是呢，我点一下，它就自动会把猫猫裁切到中间的位置。它这个时间居然还会配合的被挡住一点点。那我想要把它缩小怎么办？它总不能超出范围吧？你别说，它还真可以。我试一下啊。你看果子就会把这个背景单独抠出来，然后用了一个相近色的渐变，这样子就不会显得很奇怪了。那如果是一个半身的人像呢，横滑一下，它就会把这个人给抠出来。就这套设置壁纸的逻辑，再配合上 iOS 17的抠图，每个人拿到手以后，其实都完全可以设计出一套挺好看的壁纸。其实今年的 iPhone 确实很特别，从07年初代 iPhone 发布，整整16年过去了，苹果终于换上了和安卓一样的接口。这就是华为数据线了，知不知道？遥遥领先于同行，遥遥领先。但是说特殊，它也没有很特殊，更好的苹果仅此而已。我们工作室有从14 Pro 换过来的，也有从13 Pro 换过来的，也有从12换过来的。一问啥感觉？没感觉，插线都不记得要插 Type C。如果都用256G 来比一下价格，15的价格是6999，15 Plus 是7999，15 Pro 是8999，15 Pro Max 是9999。我们现在仔细的看看区别，这代的2台标准版屏幕亮度和 Pro 系列是完全一致的，除了没有高刷，边框粗一点，其实观感是没有多少区别的。处理器沿用上一代的 A16，但和 Pro 系列的新芯片其实差距也不大。Type C 接口的速度会比 Pro 更慢，还好是没有上个120赫兹，不然15和 Plus 又便宜，续航又长，还更轻。我这
Pro 还真高贵不起来了。而 Pro 和 Pro Max 呢，价格只差了1000块钱，但 Pro Max 的屏幕更大，外放更好，还有一个首发的前望摄像头。这么一看，好像加一点能上个更好的，但千万不要掉进了消费陷阱。我是觉得这代的几台 iPhone 是这几年来产品力最均衡的一次，按我的方法来选就好啦。如果想要长续航，不那么在意其他的，那就看标准版的2台；想要更流畅的体验和拍照性能，就去看 Pro 系列，再去选择你喜欢的大小就行。如果真的加钱选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，那库克就要乐开花喽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Tilly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